自二圣临朝后，百官朝奏皆由你和李治共同参决。在随后的10年里，你们革故鼎新，共治天下，圣朝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攀升。但李治因风疾欲堵，身体严重时目不能视，朝中裁决之权遂见重于你一身。你遣人遍寻天下名医，为李治诊治，可却收效甚微。而你和李治的孩子也都已渐渐长大。行啊，让着弟弟妹妹。哥哥，哥哥。李治以大儒上官仪为太子师，父皇母后悉心培养太子李弘，以隐隐有传位之心。父皇，儿臣刚从上官老师那里上完课，来迟了。红儿好学是好事，但也要注意身子。今日天寒，你不必日日去弘文馆，便吩咐上官仪来东宫授课吧。万万不可！父皇自幼教导儿臣，为君者理应尊师重道，天下哪有老师见学生的道理？上官老师乃当世之才，儿臣心向往之，理应登门求学。好，好，好，都依你啊！红儿说的事，母后何时不答应了？母后此言当真？坐下说吧。父皇，儿臣此行确实有事要走。红儿是在为何事担忧？儿臣听上官仪老师说，如今征兵，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到达的士兵会被株连全族。但儿臣认为，若士兵未能如期到达，如有不得已的原因，便不可一概而论。所以儿臣希望可以修改此律法。此事恐怕不妥。治军若无严纪，圣朝何来可战之兵？皇后，便依他吧。先帝以人治国，红儿能有如此人心，父皇很欣慰。陛下决定便好。谢过父皇，谢过母后。母后，儿臣其实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儿臣幼时曾亲睹徐婕妤坠楼身亡，这些年，儿臣常常被噩梦所困，内心难安。请母后为徐婕妤修庙，以度其冤魂。听陛下安排。既如此，便追封他为徐贤妃，以礼入庙吧。儿臣多谢父皇恩典。红儿，坐下说吧。是。上官仪老师德才兼备，有治国安民之才，更是父皇为儿臣擢选的授业恩师。儿臣在想，母后因心疼父皇龙体，为国事夙兴夜寐，操劳过甚，可此非长久之策，不如趁此时机，请父皇母后考虑擢升上官仪老师为中书令，不遗余力，为国分忧。不知母后意下如何？红儿啊，此事还需容后再议。上官仪确有宰相之才，便依你吧。多谢父皇。红儿，你勤思政事，尊贤爱民是好事，但是上官大夫布置的功课
也不可以懈怠。父皇母后老了，这江山重任你要早日担起来。是，儿臣这就告退，勤习课业。皇后，红儿毕竟年少，不谙世事，不必和她生气。陛下决定便是。红儿的这些请求看似谦卑，实则是在理智的默许下，对我底线的步步试探。他们从来都不只是我的家人，亦可能是我的政敌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陛下，5日前，彗星在左摄提星座旁出现，紫微垣异动，实乃不吉之兆。太史令后继有人了，此星象意是什么呀？众爱卿乃朝中肱骨，可畅所欲言。朕可有失德之处，以至于触怒上天？陛下一向仁德，有错的绝非陛下，而是陛下身边之人。真是直言不讳，微臣听着就觉得十分惶恐。身边之人？陛下，圣朝年间，太史令就册出谶言，圣3代而亡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。陛下，武后身为女子，理应安守后宫，可这些年她却聘姬司臣，借陛下养疾期间，在朝堂上搅弄风云，只手遮天，名为陛下分忧，实乃一步步乱我圣朝纲纪，攫取我圣朝基业。放肆！这些年是朕让皇后分担政务，她为圣朝殚精竭虑，是圣朝的功臣。陛下，切勿被一叶障目啊！武后何曾是要做圣朝的功臣？她是要做篡夺江山的逆贼。汉朝时曾有吕后专权，致使社稷风雨飘摇。陛下千万要引以为戒，万万不可让皇后乱政之祸重演呐！陛下，武后自入主中宫以来，武士朋党，锋芒败相，一步步侵蚀皇权，已有拔旗易帜之象。为了我圣朝江山、祖宗基业不被武后篡夺，老臣今日要斗胆恳请陛下当机立断，废黜武后。臣附议。上官大夫之言甚是荒唐。皇后曾在陛下投疾之时，主导百节之战，为国为民鞠躬尽瘁，劳心劳力。以贵为太子生母，更是和陛下共尊为2圣。皇后之位，岂能说废就废？陛下，皇后辅政以来，朝局稳固，四海升平，国泰民安。可上官大夫对此视而不见，反而用一个虚妄的谶言来污蔑皇后，你是何居心？齐怀忠、李义府，究竟是我圣朝臣子，还是武后家臣？我继续放任武后摄政，便是坐视我圣朝江山毁于一旦呐！女主武王必将亡我江山，到那时，陛下该如何面对先帝，面对圣朝的先辈们？皇后久遇朝政，外戚干政，国之祸根呐！皇后真无忌，祖庙社稷长治久安，臣请陛下使后宫归其本位。陛下，废黜武后。臣等附议，求陛下废黜武后。臣等附议。上官大夫以天象之言诽谤本宫，按律当重罚。陛下不可纵容陛下！陛下三使令的谶言，犹如昨日啊！朕年事已高，不堪风疾滋扰。这些年，多亏皇后以身代之，勤理国政。既是如此，朕愿禅位于太子，与皇后颐养天年。陛下，太子尚幼，还请陛下三思啊！太子得上官大夫的教导，颇有人君之风，可堪重任，
此事朕意已决，不必在意。在山呼海啸的废后声中，李治选择和你共进退。3日后，李治下诏退位，太子李弘顺理成章登基为新帝。而后，你与李治隐居在山清水秀的行宫，远离朝政。如此数年，李治的身体亦日渐好转。你们携手走过了一个个冬日，悠然南山，白头偕老。皇后，切不可硬碰硬，对方就等着你先动手。昭儿，或许我们是时候该放手了。藩篱之外，亦有天地。哼，老夫可不打无准备之仗。母后也正有此意。近年征战频繁，也是时候该息兵养民，宽缓军纪了。谢母后。不过，儿臣还有一件事。儿臣幼时曾亲睹徐婕妤坠楼身亡，这些年，儿臣常常被噩梦所困，内心难安。请母后为徐婕妤修庙，以度其冤魂。听陛下安排。既如此，便追封他为徐贤妃，以礼入庙吧。儿臣多谢父皇恩典。红儿，坐下说吧。是。上官仪老师德才兼备，有治国安民之才，更是父皇为儿臣擢选的授业恩师。儿臣在想，母后因心疼父皇龙体，为国事夙兴夜寐，操劳过甚，可此非长久之策。不如趁此时机，请父皇、母后考虑擢升上官仪老师为中书令，不遗余力，为国分忧。不知母后意下如何？母后同意。谢母后，多谢父皇。红儿，你勤思政事，尊贤爱民是好事，但是上官大夫布置的功课也不可以懈怠。父皇母后老了，这江山重任你要早日担起来。是，儿臣这就告退，勤习课业。皇后，红儿毕竟年少，不谙世事，不必和她生气。陛下决定便是。红儿的这些请求看似谦卑，实则是在理智的默许下，对我底线的步步试探。他们从来都不只是我的家人，亦可能是我的政敌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陛下，5日前，彗星在左摄提星座旁出现，紫微垣异动，实乃不吉之兆。太史令后继有人了，此现象得意是什么呀？众爱卿乃朝中肱骨，可畅所欲言。朕可有失德之处，以至于触怒上天？陛下一向仁德，有错的绝非陛下，而是陛下身边之人。真是直言难见，微臣听着就觉得十分惶恐。身边之人，陛下，圣朝年间，
太史令就册出谶言：圣3代而亡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。陛下，武后身为女子，理应安守后宫，可这些年她却聘姬司臣，借陛下养疾期间，在朝堂上搅弄风云，只手遮天，名为陛下分忧，实乃一步步乱我圣朝纲纪，攫取我圣朝基业。放肆！这些年是朕让皇后分担政务，她为圣朝殚精竭虑，是圣朝的功臣。陛下，切勿被一叶障目啊！武后何曾是要做圣朝的功臣？她是要做篡夺江山的逆贼。汉朝时曾有吕后专权，只是社稷风雨飘摇。陛下千万要引以为戒，万万不可让皇后乱政之祸重演呐！陛下，武后自入主中宫以来，武士朋党锋芒败相，一步步侵蚀皇权，已有拔旗易帜之象。为了我圣朝江山、祖宗基业不被武后篡夺，老臣今日要斗胆恳请陛下当机立断，废黜武后。臣附议。上官大夫之言甚是荒唐。皇后曾在陛下投疾之时，主导百节之战，为国为民鞠躬尽瘁，劳心劳力。以贵为太子生母，更是和陛下共尊为2圣。皇后之位，岂能说废就废？陛下，皇后辅政以来，朝局稳固，四海升平，国泰民安。可上官大夫对此视而不见，反而用一个虚妄的谶言来污蔑皇后，你是何居心？李怀忠、李义府，究竟是我圣朝臣子，还是武后家臣？若继续放任武后摄政，便是坐视我圣朝江山毁于一旦呐！女主武王必将亡我江山，到那时，陛下该如何面对先帝？面对圣朝的先辈们？皇后教育朝外戚干政，国之祸根呐！皇后臣无忌宗庙社稷长治久安，臣请陛下使后宫归其本位。陛下，废黜武后。臣等附议，求陛下废黜武后。臣等附议。他们是有备而来，高举冠冕堂皇的旗帜，不过是逼我放权。我自可以表面做些退让，让他们一时失了恭节的名头，而后再将这局面彻底瓦解。但此时，我该舍弃谁？既然上官大夫有此忧虑，那便贬谪我武氏族亲，削去我2位兄长的官职，以此杜绝外戚之患。上官大夫可满意？皇后如此深明大义，实乃我圣朝之幸。皇后深明大义，实乃圣朝之幸。启禀皇后，皇后的2位哥哥请求觐见。皇后开恩呐！皇后开恩呐！臣等恳请皇后，陛下素来爱重皇后，只要皇后肯开口，陛下定会收回罢免我兄弟2人的旨意啊！皇后，求皇后开恩，求皇后看在我等是血脉之亲的份上，不要舍弃我等，我等定会赶到土地，鞍前马后。皇后开恩，求皇后开恩！求皇后开恩！皇后开恩！求皇后！齐心，这是主子专为2位向陛下请来的赏赐，鸟蹄金。有此等恩赏，足带着皇后的福泽，荣归故里。故里。臣等多谢皇后，多谢皇后。可我等只想继续留在朝堂，为陛下效，不对，为皇后效命，为皇后。聒噪！来人！皇后，你这么对你的
天上哥哥，世人会如何看你啊，皇后？你这般对我们，父亲在九天之下也会对你寒气。皇后，皇后！我与2位哥哥的恩怨就此了结吧。本宫今日召见你们，是为了上官仪谏言废后之事。我们需要尽快瓦解其势力。臣与义父商量了一策，以为皇后修书据典为名，召集天下有才之士，为皇后筹谋，已颇具成效。如今北门学士人才济济，很快像上官仪这样的人，就算有心，也再无和皇后分庭抗礼之能了。做得不错。皇后，昨日朝堂之上，陈官皇后奉体欠安，特取来这藩邦进贡的百年山参。政事虽重，皇后亦当爱惜自己身体。你有心了。皇后，陛下传皇后即刻治两一殿议事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陛下突然相召，所谓何事？今日上官仪叩见陛下，状告李义府贪墨受贿，弹劾的奏折已到了御前。什么？妾参见陛下。这便是你一手提拔的贤相。李义府身为一国宰相，却公然卖官鬻爵、结党营私、贪赃枉法，在他的眼里，还有圣朝律法，还有朕吗？上官仪是有备而来，罪证确凿。李义府虽有错，但对我向来极为忠心。李义府竟如此辜负陛下的栽培，祸乱朝纲。妾与陛下同怒，陛下的一切裁决，妾皆无异议。皇后能体恤朕的苦心，朕很欣慰。既如此，便罢免李义府中书令之位，择日流放。陛下，陛下，快来这边歇息吧。陛下近日政务繁忙，还是要多注意龙体。皇后，将朕未批完的奏折拿过来吧。是。皇后专自，海内失望，以废之，以顺人心。妖后把持朝政，全吕后身问绝不可再现。谋害忠良，祸乱纲纪，以废之。陛下，怎么了？他们皆在弹劾赵儿，是朕不好，让你忍受那么多无端的指责。可朕却……陛下，赵儿不在意那些，赵儿在意的是，陛下有一天也会信了他们吗？
真相信你。多年以后回想至此，我方才明白，李治当年其实并非信我，而只是心疼我。这两者之间初时看不出分别，但这其中心境却是天壤之别。小柚子，皇后她可是有话要让你带给我。因为你为官不正，主子差点受牵连。今日主子念着与你的往日情分，特地前来送你。皇后来了。主子，她来了。罪臣李义府，竟劳烦皇后亲自相送。你有罪不假，但此事的起因是源于陛下对我的忌惮。我没有出手保你，你不怨我吗？若非当年皇后出手相助，臣早已被贬出圣安。何况这本就是当前局势下皇后不得不行之策，微臣无怨。正好，京城的美酒佳人臣也享用够了，此去西周，正好尝尝不同的美酒，看看不同的佳人。你还真是从未变过。皇后，微臣还有最后一言。上官仪等人废后之心不死，皇后早做打算。知道了，此去西周，珍重。回宫吧。但凡昭仪吩咐，臣定鞍前马好笑，犬马之劳，下官定不负昭仪所期。臣复议皇后之意。望皇后一切安好。主子，李义府说的有道理，那上官仪未免太过张狂。主子尽管吩咐，悉心一定为主子除此大患。我要让上官仪死得轰轰烈烈。主子的意思是，上官仪已然成为朝堂之中废后一党的旗帜。若我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带过，那朝堂中人便会觉得反对我的代价太小了。既然代价太小，自然会有人前赴后继，去做那忠言直谏、流芳百世的贤臣。唯有让他们断了这个念头，让他们胆寒，让他们忌惮，我以后的路才能走得顺一些。此事必须以雷霆之势，速战速决。这皇宫可真气派。这是主子，他是今年被选入宫的新人。陛下龙体欠安，今日早朝由皇后代为听政。陛下居然龙体欠安，有本奏来。
吾本退朝。皇后，你怎么？皇后，臣有事要奏。大理寺已经查明，这是上官仪写给荀王李素杰的密信，两人早已沆瀣一气，妄图内外呼应，密谋造反。你胡说什么？此事，荀王李素杰已经供认不讳。荒唐！老臣曾是荀王的老师，书信往来亦只是和荀王畅谈课业。你这封信是哪儿来的？皇后，上官仪包藏祸心，僭越人臣之礼，口出狂言，离间帝后亲情，密谋造反，这还自称忠良。我就是要说上官仪为什么这么下，原来他背后的主子是荀王啊！如此大逆不道之行，绝对不能轻饶。臣附议，臣附议。上官仪密谋造反，罪证确凿，赐满门抄斩。来人，将罪臣上官仪带下去。老臣不服，老臣冤枉，老臣冤枉！母后且慢。殿下，母后，母后，儿臣清楚老师的为人，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来这等谋逆之事的，还请母后明察。红儿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上官仪与荀王李素杰谋划之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不可因为自己的私情而是非不分呐。母后，老师对儿臣恩重如山，我相信老师。若上官老师参与谋逆，那儿臣定然也脱不了干系，还请母后将儿臣一同降罪。红儿，你说此事与你有关，那么必然会牵连出东宫的更多属臣，这是更多的人命。红儿，想清楚了，是一时失言，还是果如其实？你知道，红儿自幼受尽儒学熏陶，而她这样的人，软肋不在于自己，而在于不愿因自己而牵连任何无辜之人。是儿臣失言了。将上官仪关入天牢，即日行刑。老臣不服啊！老臣冤枉！老臣冤枉！我要见陛下呀！老师，陛下，女子主政，乾坤颠倒，必将招致祸乱。我圣朝终将沦为小民啊！昭儿，帮我选上官仪，我打算……陛下，上官仪犯了谋逆之罪，已经伏诛。什么？陛下，陛下圣体未愈，昭儿不想因此扰了陛下的清静。陛下，皇后，太子殿下自那日早朝回来便一病不起，到现在仍未好。太子有事，为何不早些告诉本宫与陛下？是太子殿下他不让小的前来。红儿定是知晓上官仪已死，我要去看他。陛下龙体抱恙，不宜劳顿。红儿怕是跟我有了心结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还是我先去看看吧。陛下放心。
佐我皇家兮，宁比四方，同天地之归亮兮，其日月之辉光。母后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这是夸赞盛世的海晏和亲。母后，再给红儿念几句诗好吗？红儿，红儿，你怎么样？救急罢了，无需母后担心。母后正事繁忙，还是先回吧。红儿，母后知道你还在生母后的气，你可知上官仪谏言你的父皇，要他废了你的母后。母后，你已经得偿所愿了，何必在儿臣面前自欺欺人？母后的杀伐果断，实在令儿臣心惊。红儿啊，在你眼中，只看得见母后的残忍，但你不知，母后这一切都是不得不为。你不知母后这一路走来的艰辛，也不知今日来之不易，所以你会埋怨母后未曾善待那些人。可母后，你已贵为皇后，为什么不能放下屠刀呢？为什么不能做一个清清白白的皇后？放下屠刀？若我放下屠刀，你能否让那些想让你母后死的人也放下屠刀？母后，从我踏进宫中的第一刻起，我便知道，我这一生都将在血雨腥风的顶端挣扎。我算计了一切，唯独未曾算到自己的儿子竟会与我为敌。我不仁，方能有你的仁爱之心；我心狠手辣，方能有你的光明磊落。我这一生没有一日后悔。红儿，你能体谅母后吗？红儿，红儿，红儿！红儿，红儿，红儿，来人呐！玄羽翼，红儿，红儿，不可能。红儿，红儿，皇后，皇后节哀呀！太子已经没。不可能，怎会如此？太子幼时曾落下病根，心脉郁结未愈，上官仪死后更是急火攻心，诱发债疾。臣克复法。太子一直不允我等将此事告知陛下和皇后。皇后恕罪，皇后恕罪。
下去。陛下，你是来看皇儿的，皇儿为什么会？陛下在说什么？皇儿的死，徐敏慧的死，上官仪的死，还有安宁的死，朕已经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了。是吗？皇儿的死，我肝肠寸断，更百口莫辩。我知道，就算是千夫所指，若他愿意信我，他便会信我；若他不信我，我就算是找到了千百般的证据呈在他面前，也是无用。母后，红哥哥答应我教我念诗的，他怎么还没来呀？红哥哥很快就会回来了，太平乖。那他去了哪里呀？红哥哥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了。那他会想太平和母后吗？会的，他很想太平，很想母后。母后怎么哭了？别哭，别哭。太子才22岁，如此年轻，怎么会突然暴病而亡？听说他死前最后见闻就是虎毒还不识字，太可惜了。哎，你们说，陛下会如何处置此事啊？主子，近日太子被主子镇杀的言论甚嚣尘上，废后的奏疏一封接着一封，我方势力竭尽所能，但于事无补。听闻群臣合力撰写的废后诏书，已经呈到御前了。更衣，我要即刻面见陛下。于婕妤之死，安宁之死，疑点重重，是陛下皇权。太子李弘殿下被杀戮大夫，痛心惊骇皇嗣血脉，无毒不食子。皇后狠绝至此，司长受杀，朝野皆为朝纲之政。陛下虽有千夫之陛下废后，以保社稷之安呐。这么多年的情谊，
你竟然会想用一纸诏书废了我。皇后，你所作所为太过僭越。僭越？年幼的红儿经历了徐敏慧的死，夜夜噩梦缠身，你是知道的。而你明知红儿的老师上官仪根本没有谋反，可你却故意瞒着朕，抄斩了他一家。如果不是因为此事，红儿也不会急火攻心。那你可否回答起，上官仪为何会奏请废后？你又为何默认他在朝堂之上对我步步相逼？因为你滥用酷吏，残害异己，手段是否太过狠绝？狠绝？试问陛下，这么多年，你的身子受疾病困扰，且作为一介女流，若无狠绝，如何能在朝堂之上调令群臣，稳定社稷？如何在排山倒海的反对声中，坚定地和陛下站在一起，并肩走到今天？皇后，朕知道你在过去这几年为了朕付出了很多。我们是怎么走到今日这一步的？你我之间一晃经年，竟早已越来越远。陛下似乎开始犹豫了，接下来我该如何做？是啊，自昭儿14岁入宫，遇见陛下，到如今已经多少年了？昭儿也未曾想过会和陛下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回想当年，却不过是宫闱之中的一株浮萍，而后成为昭仪，乃至圣朝皇后，位分越来越高，和陛下的距离却越来越远。若真是这冠冕挡住了我和陛下，那且不要这个身份了。皇后，你能告诉朕，红儿的死，安宁的死，是怎么回事？原来，陛下意图废后，是和世人一样，觉得是我害死了红儿和安宁。他们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，陛下却问一个母亲这样的问题，不觉得太过残忍了吗？这世上还有什么比一个母亲失去孩子更痛苦的吗？最痛心的，难道不是妾吗？朕真的能信你吗？安宁、红儿，甚至连朕，是不是都在你的谋算里？陛下还是不信昭儿。陛下和昭儿一路风雨同舟，互相取暖。若旁人的几句非议，就能将陛下左右，那妾宁可不要这身封号。只要能和陛下回到过去。朕只担心天下人的眼光
难免会伤害到皇后。只要陛下心中有气，且便不在意天下人的眼光。若皇后愿意离开朝堂，或许我们还能回到过去。还记得封后大典的时候，我们曾许诺携手并进，去创造属于我们的盛世。未曾想，到最后，我竟成了陛下的心腹之患。昭儿此生永远不愿让陛下忧心。既然如此，昭儿甘愿一死，以安家国民心。昭儿不可，不可！昭儿，我绝无此意。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。只要陛下心中有昭儿，昭儿便不委屈。时至今日，我方才如梦初醒。哪怕贵为天后，哪怕越来越靠近盛世，只要我不是订立规则的那个人，规则和皇权便能轻易将我吞噬。既然如此，那个更高的位置，为何不能由我来做？